家里拆迁收到了500万，父亲却扬言要把钱全捐了。闻言，我瞬间愣住了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他看着我，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我和你妈商量好了，把钱全部捐给希望工程，做点有意义的事。”听完这话，我看着他，突然笑了。我想起上个月曾跟他说想在京城买房，首付还差200万，他当时却说：“你年纪轻轻，租房不行吗？”想到这里，我站了起来。那是你们的钱，那养老也是你们的事。闻言，他脸色瞬间变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眼神冰冷地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们断绝关系。”3天后，姑姑打来了电话。阿钦，你爸说你要跟家里断绝关系。我简短的回答。对，姑姑立刻劝阻道：“你怎么能这样？你爸妈把你养这么大容易吗？”我沉默着，没有说话。姑姑继续说：“你爸说你因为他们把拆迁款捐了就生气，这也太……”我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。姑姑，我跟你说一件事，我在京城工作8年了，月薪2万5，我存了50万。姑姑忍不住插话：“那不挺好的？”我接着语气沉重地说：“可京城的房子首付最少200万，我还差150万。”姑姑听后没说话。我反问姑姑：“上个月我跟我爸说想买房，你猜他说什么来着？”他说什么？我模仿着父亲的语气说：“他说你年纪轻轻买什么房，租房不行吗？”听完这话，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我苦笑一声，可他转头就把500万全捐了。姑姑，我每个月租房6000块，8年了，房租花了快60万。我不是反对他们做善事，但他们连150万都不愿意拿出来。姑姑听后叹了口气：“你理解一下你爸，他也不容易。”我平静地回答：“我理解，所以我也要他理解一下我。”姑姑闻言疑惑地问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接着说：“他们想做善人，我没意见，但养老的事别找我。”姑姑听后立刻着急地说：“阿钦，你不能这样。”我没听她说完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可挂完没多久，我妈又打了过来。阿钦，你姑姑跟我说了，你怎么能这样跟你爸说话？他是你爸。我反驳道：“那他当我爸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？”我妈立刻反问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我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轻声问道：“妈，你记得我小时候吗？”记得啊。我陷入回忆，缓缓说道：“那时候家里穷，住平房，冬天冷得要死。”母亲也跟着叹了口气：“是啊，所以我们才盼着拆迁。你们说等拆迁了，日子就好了。等拆迁了，给我买房，让我结婚。现在拆迁了，你们却捐了。”母亲听后试图解释：“阿钦，你要理解。”我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理解，所以我也希望你们理解我。”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我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给你们打钱，不会再过年回家，不会管你们养老，这就是我的决定。”母亲带着哭腔问道：“你这是要气死我们吗？”我平静地回答道：“不是，我只是想活得像个人。”说完，我爸又紧跟着打来了电话，我没接，他随即发了条短信：“你翅膀硬了，不需要我们了是吧？”我立刻回了一句：“你们捐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？”之后他再也没回过我。我坐在出租屋里，看着手机屏幕，32岁，存款50万，没房没车，女朋友分手了，父母把500万捐了，却说我自私。想到这里，我开始搜索租房信息，我要搬到更便宜的地方，每个月省下2000块，150万我要自己攒，不靠他们。到了搬家那天，我爸突然来了，他站在楼下看着搬家公司的车。你真要搬？我简短的回答：“对。”父亲接着追问：“要搬去哪？”我冷淡的说：“跟你没关系。”他听后脸色很难看，语气带着指责：“阿钦，你这样做，让我们在亲戚面前怎么抬头？”我停下手里的活，看着他：“你们在亲戚面前抬头，那我呢？”父亲不解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苦笑着说：“我女朋友分手的时候问我爸妈有没有房子，我说没有。他问为什么，父亲听后不说话了。我反问他：“我该怎么说？说我爸妈有500万，但捐了。”父亲闻言提高了声音：“那是我们的钱，我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”我点了点头：“对，所以我的钱我也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”父亲闻言皱眉问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平静地宣布：“我以后不给你们打生活费了。”接着我又补充道：“不是不给，是你们不需要。”父亲顿时被气得说不出话。我继续收拾东西：“你们都有退休金，1个月8000呢，比我租房的钱还多。而且你们不是还有100万存款吗？”父亲脸色顿时一变，慌乱地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看着他：“上次回家，我妈不小心说的，500万捐了，还有100万藏着。”父亲急忙辩解：“那是我们的养老钱。”我面无表情地点头：“哦，那我的买房钱呢？”他听后顿时哑口无言。接着我直视着他：“爸，我不是不让你们做善事，但你们要做善事，为什么要用我买房的钱？”父亲有些愤怒地反驳：“那不是你的钱。”我转身背对他：“对，不是我的，所以养老也不是我的事。”说完，我上了搬家车，没有回头。车开了一会儿，我又接到了姑姑的电话。姑姑在电话那头语气沉重地说：“阿钦，你爸给我打电话了。”我淡淡的应了一声：“他说你搬走了，连新地址都不告诉他们。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对。”姑姑带着责备的语气问：“你这样做是不是太绝了？”我平静地打断她：“姑姑，我问你一件事。”你说。如果我爸妈真的需要钱，他们为什么不用那100万？姑姑听后愣了一下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解释道：“他们还有100万存款，但是不愿意拿出来给我买房。”我自嘲地笑了：“捐了500万，藏着100万，说我自私，你觉得合理吗？”姑姑听后不说话了。我语气沉重地说：“我不是不孝，我是寒心。”可你爸妈也不容易。我打断他：“我知道，但我也不容易。我在京城漂了8年，
存了50万，连女朋友都没了。我现在只想给自己攒个房子。姑姑听后叹了口气，那你爸妈呢？我冷静的回答，他们有退休金，有100万存款，还有房子，不会饿死的。可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我也有我的人生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新租的房子每月比之前便宜2000块。不料我刚搬来1周，我妈竟带着姑姑找上了门。母亲看着狭小的房间，惊讶地问道：“阿亲，你住这？我平静地回答：“对。”我妈一边看着房子，一边皱着眉。这么小，这么久，我淡淡的解释道：“每月4000，比之前便宜2000。”她闻言看着我，你就为了跟我们赌气住这种地方？我给他们倒了2杯水。不是赌气，是省钱。母亲疑惑地问：“省什么钱？”我平静地回答：“买房的钱。”闻言，她不说话。见状，姑姑咳了一声，试图缓和气氛。阿亲，你妈这次来是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我冷淡地说：“没什么好谈的。你爸妈把钱捐了，确实没跟你商量，但他们也是想做点好事。”我看着他们，做好事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500万不是小数目。姑姑低声说道：“那是你爸妈的钱。”我闻言点了点头。对，是他们的钱，所以我没有权利过问。这时，我妈声音提高了：“那你为什么要断绝关系？”我坚定地说：“因为你们没有权利要求我养老，因为你们没有权利要求我养老。”一时间，房间里安静了。片刻后，母亲红着眼眶问：“阿亲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”闻言，我看着她，为什么不能？钱是他们的，养老是我的事，这不公平。母亲激动地说：“你是我们儿子。”我听后笑了。所以呢，当儿子就该被道德绑架。母亲气得说不出话。接着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问道：“妈，我问你一件事。”她闻言看着我，我直视着她问道：“如果我现在有500万，不给你们全捐了，你们会怎么想？”她顿时哑口无言。我继续追问：“你们会骂我不孝，对吧？”母亲听后小声辩解道：“那不一样。”我闻言激动地站了起来。怎么不一样？你们可以捐500万不给我，我就不能捐500万不给你们吗？母亲几乎是吼出来的。我们是你爸妈。我冷静地回应：“对，你们是我爸妈，但这不代表你们可以不顾我的感受。”母亲立刻反问道：“我们哪里不顾你了？”我看着她，妈，我今年32岁，你知道32岁在京城没房子是什么感觉吗？她闻言不说话了。我苦笑着说：“我上个月相亲，女方一听我没房子，连饭都没吃完就走了。”母亲试图安慰我。那是他势利。我打断她的话：“不是她势利，是我确实没房子。”母亲还在辩解。可你有工作，有收入。我苦笑一声：“月薪2万5，在京城算什么？租房6000，吃饭5000，人情往来3000，每个月能存1万就不错了。”母亲欲言又止。那你也不能。我反问她：“一年存12万，存15年才能攒够200万，15年后我47岁，还能结婚吗？”姑姑在一旁叹了口气，轻声说道：“阿亲，你爸妈也不是故意的。”我平静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但他们做了选择，我也要做我的选择。我知道，但他们做了选择，我也要做我的选择。”母亲紧张地问：“你什么选择？”我闻言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不结婚，不养老，自己过。”我妈听后猛地站了起来。阿亲，你这是要气死我们。见状，我却平静地回答道：“不是气死你们，是你们先不管我的。”母亲立刻质问：“我们怎么不管你了？”我加重语气回答道：“你们要做善事，为什么偏偏用本该帮我买房的钱？我不反对你们做善事，但你们捐了500万，还有100万存款，却不肯拿出来，这就是故意的。”母亲小声说：“那是我们的养老钱。”我追问：“那我的房子呢？”她再次哑口无言。见状，姑姑起身离开。阿亲，你们母子俩好好谈，我先走了。她走后，房间里便只剩我和我妈。母亲红着眼眶问道：“阿亲，你真要这样吗？”我闻言坚定地回答：“对。”母亲哽咽着问：“你不结婚了？”我平静地说：“不一定，如果有女孩愿意跟我一起奋斗，我就结。”母亲急切地问道：“那你爸妈呢？”我冷淡地回答：“他们有退休金，有存款，有房子，不需要我。”母亲听后欲言又止。可是我立刻打断了她：“妈，你们做了选择，就要承担后果，我也一样。”她听后看着我，眼睛红了。你恨我们？我摇头：“不恨，只是失望。”母亲闻言有些疑惑：“失望什么？失望什么？”我语气沉重地说：“失望，你们从来没把我当回事。小时候说等拆迁了给我买房，现在拆迁了，你们捐了。”母亲闻言立刻辩解：“我们是想做点有意义的事。”我听后笑了：“有意义的事，帮你们儿子买房，不是有意义的事吗？”她闻言说不出话。见状，我叹了口气：“妈，你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，我不想再听你们的道德绑架。”随后，她背影落寞地走了。半个月后，我听说父母在老家办了个表彰会，姑姑在电话里说：“你爸妈捐了500万，镇上给他们颁了个爱心模范的奖。”我淡淡的应了一声。嗯。姑姑闻言追问道：“你就没什么想说的？”我简短的回答：“没有。”姑姑不解地问：“阿亲，你爸妈做善事，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？”我反问姑姑：“姑姑，他们捐钱是为了做善事，还是为了拿这个奖？”她闻言犹豫了一下：“这都有吧？”我肯定地说：“那就对了，他们要的是这个奖，不是真心做善事。”姑姑闻言有些生气：“你怎么能这样说？”我继续追问：“姑姑，如果他们真心做善事，为什么不匿名捐？他们捐的时候特意通知了镇上的报社，拍了照片，这不是做善事，是买名声。”姑姑听完生气地责备道：“阿亲，你这样说你爸妈太过分了。”我闻言笑了：“过分？他们做的时候怎么没觉得过分？过分？他们做的时候怎么没觉得过分？”我继续平静地说：“姑姑，我问你一件事。”姑姑叹了口气：“你说，如果我爸妈真的想做善事，为什么不先帮帮我？我是他们儿子，
在城市里打拼，需要钱买房，他们不帮，转头去帮陌生人。姑姑闻言试图解释，那是因为我立刻打断她。因为帮我没有奖牌拿，对吧？她闻言叹了口气，无奈地说。阿钦，你太偏激了。我语气坚定地说。不是偏激，是看透了。他们要的不是做善事，是虚荣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没过多久，我手机又响了。接通后，电话那头传来记者的声音：“你好，请问是父亲吗？”我平静地回答：“对，我是。”记者继续说道：“我是京师日报的记者，听说你父母捐了500万做慈善。”我闻言直接挂了电话。果然，父母不仅通知了镇上的报社，还通知了市里的媒体。可没过多久，我手机又响了。这次是我爸打来的。接通后，父亲在电话里急切地问：“阿钦，刚才有记者给你打电话了吧？”我简短地回答：“打了。”父亲闻言立刻用带着命令的语气说道：“他们想采访你，你配合一下。”我毫不犹豫地拒绝。不配合。父亲闻言愣了一下：“你为什么？”我语气坚决地说：“因为我不想撒谎，因为我不想撒谎。”父亲不解地问：“什么撒谎？”我解释道：“他们会问我，你们捐钱，我支持不支持？我不想说支持。”父亲顿时急了。阿钦，我冷静地说：“爸，你要做善人，我没意见，但别拉上我。”父亲生气地质问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我对着电话直接说：“你们捐钱是你们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”父亲怒吼道：“你是我儿子！”我反问他：“对，我是你儿子，但你们捐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？”他闻言不说话了。接着，我语气冷淡地说：“爸，你们要这个爱心模范的奖，我没意见，但别想让我帮你们吹。”父亲闻言气得说不出话。我又警告道：“如果记者再打给我，我会告诉他们实话。”父亲下意识地问道：“什么实话？”我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你们捐了500万，但不给你们儿子150万买房，这就是实话。”父亲听后立刻威胁道：“阿钦，你敢！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我为什么不敢？你们做的，我说不得。”说完，他挂了电话。我放下手机，继续工作。下午，姑姑又打来了电话。接通后，姑姑在电话里焦急地说：“阿钦，你爸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要在记者面前说他们坏话。”我闻言纠正道：“不是坏话，是实话。”姑姑听后带着哭腔问道：“你真要这样吗？你这样做，你爸妈在老家还怎么做人？你真要这样吗？你这样做，你爸妈在老家还怎么做人？”我反问姑姑：“姑姑，他们做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怎么做人？”她闻言不说话了。接着，我又苦笑着说：“我在京城相亲，人家一听我没房子，转身就走，我怎么做人？”姑姑在电话里欲言又止。那也不能。我嘲讽地说：“也不能什么，也不能说实话，那我就该帮他们撒谎。”姑姑试图劝说：“阿钦，他们是你爸妈。”我平静地回应：“对，他们是我爸妈，但这不代表他们做什么我都要支持。”姑姑还想说什么，可是我语气坚决地说：“姑姑，你站在他们那边，我没有意见，但别想让我也站过去。”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晚上，我爸又打来了电话：“阿钦，我跟记者说你出差了，采访取消了。”我淡淡的应了一声：“知道了。”随后，父亲不满地说道：“以后这种事你少掺和。”我反驳道：“不是我要掺和，是你们要我掺和。”父亲被噎得说不出话。我语气坚定地说：“爸，你们要做善人，我不拦着，但别想让我配合。”父亲忍不住恳求道：“你就不能顾及一下我们的面子？”闻言，我笑了。面子？我在京城相亲被拒的时候，谁顾及过我的面子？他听后不说话了。我对着电话直接说道：“你们做了选择，就要承担后果。想要名声，又想要儿子捧场，不可能。你们做了选择，就要承担后果。想要名声，又想要儿子捧场，不可能。”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没过多久，手机又响了。我看都没看，直接关了机。转眼1个月后，爷爷的生日到了，于是姑姑打电话让我回去。阿钦，这是你爷爷80大寿，你不回来不合适。我闻言平静地回答：“我知道。”姑姑听后急切地问：“那你回来吗？”我简短地回答道：“回去。”随后，姑姑提醒道：“你爸妈也在。”闻言，我语气平静：“我知道，姑姑，我是回去给爷爷过生日的，不是去看他们的。”姑姑听后叹了口气：“你这孩子。”等我回到家，已经是晚上11点。我没去见父母，直接去了爷爷家。爷爷还没睡，看到我笑着问道：“阿钦回来了。”我走过去回答：“回来了，爷爷。”爷爷开门见山地问：“听说你跟你爸妈闹掰了？”我点头承认。对。爷爷闻言立刻追问原因：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我坐在他旁边，于是把事情说了一遍。爷爷听完，叹了口气：“你爸这个人就是爱面子。”我轻声回应：“我知道。”接着，爷爷又回忆道：“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总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强。”我恍然大悟地问：“所以他捐钱？”爷爷闻言点了点头：“对，他想让别人看得起他。”我听后带着一丝委屈问道：“那我呢？”爷爷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：“阿钦，你爸妈确实做的不对，但你也要理解他们，他们也不容易。阿钦，你爸妈确实做的不对，但你也要理解他们，他们也不容易。”我委屈地说：“我理解，但我也不容易。爷爷，我32岁了，没房没车，女朋友也分手了，我只想给自己攒个房子，错了吗？”爷爷肯定地回答：“没错。”我不解地问：“那他们为什么要道德绑架我？”爷爷叹气道：“你爸就是那个性格。”我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性格不是理由。”爷爷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欣慰，也有无奈。阿钦长大了，我早该长大了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是爷爷的生日宴。宴会上，亲戚都来了，我爸妈也在。他们看到我，愣了一下。父亲有些意外地问道：“阿钦来了？”我冷淡地应了一声：“但我是来给爷爷过生日的，不是来看你们的。”闻言，
他们脸色顿时变得难看。很快，宴席开始了，大家纷纷敬酒。当轮到我爸的时候，他站起身来说道：“今天是爸的80大寿，我敬爸一杯。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说，我和老伴前段时间把拆迁款捐给了希望工程500万。”大家听后顿时一片哗然。哎呀，老李，你们真有爱心。是啊，500万啊，镇上都传开了，说你们是爱心模范。我爸笑得很开心。哪里，就是想做点好事。而亲戚们还在不断的夸赞着。这才是真正的善人。是啊，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。我坐在角落里，默默看着这一幕。这时，姑姑碰了碰我，小声问：“阿钦，你爸妈做善事，你不高兴吗？阿钦，你爸妈做善事，你不高兴吗？”闻言，我转头问道：“姑姑，如果一个人对外人很好，对自己儿子很差，这叫善人吗？”姑姑闻言愣了一下，我继续说道：“他们捐了500万，但不给我150万买房，这叫善吗？”这时，我爸的声音又传了过来，他故意提高声音，看向我。我和老伴一直教育阿钦要有爱心，要帮助别人。阿钦，你说对吧？顿时，所有人都看向我。闻言，我站起来，平静地说道：“爸，你说的对。”父亲闻言笑了，可下一秒，我话锋一转：“但我有个问题。”父亲闻言愣了一下，我直视着他问：“你说要有爱心，要帮助别人，那你为什么不帮我？”一时间，房间里安静了。我接着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你们捐了500万，说是做善事，但你们儿子在京城买房，差150万，你们不给。”一旁的母亲急忙打断我：“阿钦，这里是你爷爷的生日宴。”我坚持道：“我知道，但既然你提了，我就要说清楚。”此刻，所有人都看着我们。我环视着在场的亲戚问：“你们说要帮助别人，但别人是谁？陌生人还是你们儿子？”闻言，我爸脸色很难看。你不要在这里胡说。我冷笑一声：“我哪里胡说了？你们捐了500万，这是事实。我买房差150万，你们不给，这也是事实。”父亲大声喊道：“那是我们的钱。”我冷冷的点头：“对，是你们的钱，所以养老也是你们的事。对，是你们的钱，所以养老也是你们的事。”我的话音刚落，亲戚们瞬间炸开了锅。什么？阿钦要跟父母断绝关系？不会吧？父亲气得脸色铁青，猛地站起来：“阿钦，你给我闭嘴！”我毫不退让地看着他：“我不闭嘴，你要做善人，我没意见，但别想让我配合你演戏。你们连自己儿子都不管，算什么善人？”这句话像刀子，瞬间戳在所有人心上。母亲见状，急忙站起来劝阻：“阿钦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？”闻言，我直视着他反问道：“我说错了吗？你们捐500万的时候，有没有问过我？”那是我们的钱。我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对，是你们的钱，所以说我以后赚的钱也是我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”一时间，房间里一片死寂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到爷爷面前，轻声说道：“爷爷，生日快乐！”我放下一个红包，没有再看任何人，转身离开。离开爷爷家后，我又回到了我租的房子。途中，姑姑打来了好几个电话，我都没接。回想刚才在爷爷的生日宴上我说的那些话，一点都不后悔。有些话憋在心里20年了，总要说出来。这时，爷爷打来了电话：“阿钦，到家了吗？”“到了，爷爷。”“今天的事你做得对。”闻言，我愣了一下。爷爷继续说道：“你爸妈确实做得不对，捐钱做善事是好事，但不能不管自己儿子。你爸妈确实做得不对，捐钱做善事是好事，但不能不管自己儿子。”我听后心里大为感动。谢谢爷爷。你爸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在亲戚面前让他丢脸。我没有让他丢脸，我只是说了实话。我知道，你爸就是爱面子，受不了别人说他不好。那他做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的面子？爷爷语气肯定地说：“你说的对，阿钦，爷爷支持你。”闻言，我激动地说道：“谢谢爷爷。”爷爷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好好工作，房子会有的。”说着，爷爷停顿了一下：“至于你爸妈，就随他们去吧。”转眼到了第2天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“你好，是父亲吗？”我平静地回答：“是我。”对方语气带着试探：“我是你爸的朋友，听说你们父子闹矛盾了。”我简短的回应：“对。”父亲的朋友闻言开始劝说：“你爸妈也不容易，你要理解他们。”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挂了电话。没过多久，又有人打来。接通后，电话那头传来三姨熟悉的声音：“阿钦，我是你三姨。”我闻言又挂了。到了中午，我妈也打来了电话，激动地说：“阿钦，你昨天在你爷爷生日宴上说的那些话太过分了。”我冷静地反问：“哪里过分？”母亲语气中带着委屈：“你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们不管你？你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们不管你？”我闻言却坚定地说：“你们确实不管我。”母亲听后激动地反驳道：“我们养你这么大，怎么叫不管你？”我条理清晰地解释：“养大和帮助是两回事，你们养我是义务，帮我买房不是，但你们捐钱是选择，不帮我也是选择。”母亲闻言一时语塞，我语气平静地接着说：“妈，你们做了选择就要承担后果，不能又想做善人，又想让我捧场。”母亲带着哭腔问道：“你就不能理解我们？”我闻言叹了口气：“我理解，所以我也希望你们理解我。”母亲听后紧张地问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不会再回去了，也不会给你们打钱，更不会管你们养老，这是我的选择，就像你们选择捐钱一样。”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下午，我爸又打来了，接通后，父亲语气沉重地说：“阿钦，你妈跟我说了，你真要这样吗？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是的。”父亲闻言声音有些颤抖：“你这样做，让我们怎么活？”我冷静地分析道：“你们有退休金，有存款，有房子，不会饿死的。”父亲欲言又止，
可是我直接打断他，问道：“爸，你们捐了500万，说是做善事，但你们想过后果吗？”父亲闻言有些疑惑：“什么后果？”我语气冰冷的回答道：“后果就是你们失去了儿子。”我进一步追问：“你们要名声还是要儿子？不能两个都要。你们要名声还是要儿子？不能两个都要。”父亲没有回答，而是带着哭腔哀求道：“阿钦，你不能这样！”我语气坚决地说：“我就这样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各过各的。”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没过多久，姑姑又打来了电话。阿钦，你爸妈刚才给我打电话，哭得不行。我面无表情的回应：“知道了。”姑姑闻言语气有些着急：“你就不能让他们？”我苦笑着说：“姑姑，我让了32年了。我小时候家里穷，我没要求过什么。我大学打工赚生活费，没跟家里要过钱。我毕业后在京城打拼，每个月给家里打3000块，打了8年，给了30万。现在我买房差150万，他们不给，捐了500万。姑姑，你觉得合理吗？”我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所以我不会再让了，这次该他们让我。”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转眼2个月后，我接到了爷爷的电话：“阿钦，你爸住院了。”我闻言心里一紧，连忙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爷爷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查出来糖尿病比较严重，要不你回来看看？”闻言，我干脆的回答：“我不会回去的。”爷爷听后叹了口气：“阿钦，他毕竟是你爸。”我冷静的分析道：“爷爷，他生病了，有医保，有退休金，有100万存款，不需要我。”爷爷还想说什么，可是我直接打断他：“如果他真的需要我，他会打电话的。”说完，我接着安慰道：“爷爷，您别担心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”挂了电话，我继续工作。到了晚上，我妈又打来了电话。接通后，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：“阿钦，你爸住院了，你知道吗？阿钦，你爸住院了，你知道吗？”我平静的回答：“知道，爷爷告诉我了。”母亲闻言急切的问道：“那你不回来？”我坚定的回答道：“不回。”母亲听后哭了起来：“你怎么这么狠心？”闻言，我平静的说道：“妈，他有医保，有退休金，有存款，看病不缺钱。”母亲哽咽着说：“可是他需要人照顾。”我反问道：“你不是在吗？”母亲激动的说：“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。”我建议道：“那找护工，1天200块，不贵。你们捐了500万，花几万块请护工，不过分吧？”母亲闻言说不出话了。接着，我语气坚决的说道：“我在京城工作，请不了假，你们自己解决吧。”母亲几乎是吼出来的：“阿钦，他是你爸。”我冷冷的回应道：“我知道，但他捐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？”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姑姑又打来了，在电话里焦急的问道：“阿钦，你爸病得挺重的，你真不回来，你就不怕后悔吗？”我毫不犹豫的回答：“不怕。他们做选择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后悔？”姑姑闻言叹了口气：“阿钦，你这样做，亲戚们会怎么看你？”我无所谓的说：“随他们怎么看，我又不靠他们活着。”姑姑还想说什么，我打断了她：“姑姑，我爸住院，需要多少钱？”医生说大概5万块。我继续问：“他有医保，自己出多少？”大概1万多。他有100万存款，拿不出1万多。姑姑闻言不说话了。我继续说道：“所以他不是没钱看病，是舍不得花钱。既然舍不得花自己的钱，凭什么要我出？我的钱也是辛苦赚的，凭什么他们捐钱的时候大方，需要花钱的时候就想到我？凭什么他们捐钱的时候大方，需要花钱的时候就想到我？”姑姑闻言叹了口气：“阿钦，你变了。”不是我变了，是我看清了。到了晚上，我爸又打来了电话，他声音带着虚弱：“阿钦，我住院了，你知道吗？”我平静的回答：“知道。”父亲急切的问：“那你不回来？”我干脆的拒绝：“不回。”父亲声音很虚弱：“我病得很重。”我语气冷淡的说：“有医保，有钱看病，不会死。”父亲激动的喊道：“阿钦！”我反问父亲：“爸，你有100万存款，拿出1万多看病，不难吧？”他闻言不说话了。我带着讽刺的语气说：“你捐500万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舍不得？现在看病要花钱，就想到我了。”父亲试图辩解：“那不一样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怎么不一样？钱都是钱，捐出去你大方，花在自己身上你心疼。”父亲被问得哑口无言。我语气平静的解释道：“爸，我不是不给你看病，是你根本不需要我给。你有钱，有医保，有老伴照顾，你什么都不缺。”父亲闻言立刻反驳：“我缺儿子。”我听后立刻反问：“那你捐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儿子？”我语气坚定地说：“爸，你做了选择就要承担后果，你选择了名声，就别想要儿子。”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转眼1周后，我爸出院了。爷爷在电话里说：“阿钦，你爸出院了，花了1万5。”接着爷爷补充道：“他们用的是存款，没找你要钱。”我反问道：“那不是应该的吗？”爷爷闻言叹了口气：“阿钦，你真不打算原谅他们？阿钦，你真不打算原谅他们？”我认真的说：“爷爷，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，是他们从来没觉得自己错了。如果他们真的知道错了，应该先道歉，而不是理直气壮的要我回去。”爷爷无奈的说：“你说的对，但你爸就是那个性格，不会低头。”我语气坚决的说：“那就别低头，反正我也不会低头。”爷爷感慨道：“你们父子俩都一样倔。”我轻声说：“也许吧。”挂了电话后，我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父亲发来的。你就这么狠心？我回复道：“你捐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？”他没再回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我妈打来了电话：“阿钦，你爸出院了。”我平静的回答：“我知道。”母亲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：“他身体还很虚弱，
需要休息。我语气平淡的说。那就好好休息。母亲犹豫了一下，试探着问：你真不打算回来看看？我干脆的回答。不回。母亲闻言立刻恳求道：阿钦，你爸这次病得很重，医生说要好好调养。我听后冷冷的说：那就用那100万存款好好调养。母亲急忙辩解：那是养老钱。我语气中带着讽刺。妈，他才58岁，不是80岁，100万够他活到80岁了。母亲还想辩解，可是我立刻打断她，反问道：如果100万不够，那500万够不够？你们捐的那500万，现在后悔了吗？母亲闻言哽咽了，带着哭腔说：阿钦，你怎么这么狠？我语气坚定的说道：不是我狠，是你们当初太大方，捐500万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不是我狠，是你们当初太大方，捐500万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母亲急忙辩解。我们是想做善事。我冷笑一声：做善事。做善事不先照顾好自己家人，这叫善事。我不是不让你们做善事，但做善事之前，先想想自己的后路。母亲急切地说：我们有后路，我们有儿子。我打断她的话：不，你们没有，你们选择了名声，就没有儿子了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到了晚上，姑姑又打来了电话：阿钦，你爸出院后情绪一直不好，说你太狠心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。我闻言淡淡的回应道：姑姑，他看病花了1万5，我1分钱都没出，这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？姑姑欲言又止，可是我直接打断道：可是什么？可是他想让我出钱，还想让我感恩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姑姑闻言叹了口气：阿钦，你爸妈也不容易。我无奈地说：我也不容易，我工作了8年，存了50万，女朋友都分手了。接着我话锋一转：姑姑，你知道我现在每天吃什么吗？姑姑好奇地问道：吃什么？我闻言苦笑一声：公司楼下的快餐，15块钱一份，中午吃1顿，晚上煮泡面。随后我详细的解释道：我每个月工资2万5，租房4000，吃饭3000，其他2000，能存1万5就不错了。1年存18万，存10年才能攒够150万首付。姑姑闻言叹了一口气：阿钦，你真辛苦。我无奈地说道：对，我很辛苦，但我爸妈捐500万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辛苦？所以姑姑，别再劝我了，我不会回去的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没过多久，一个陌生号码又打过来。你好，是父亲吗？你好，是父亲吗？我警惕地回答：是我。对方自我介绍道：我是今世日报的记者，上次采访没做成，这次……闻言，我毫不犹豫地拒绝道：不采访，我爸妈的事我不想谈。记者试图继续劝说：可是你父母捐了500万，这是很大的善举。我打断他的话：对，是善举，但他们不给儿子150万买房，这也是事实。记者闻言一愣，惊讶地问道：你说什么？我平静地说：我说我爸妈捐了500万，但不给我150万买房首付。你要采访，就把这个也写进去。记者听后顿时语塞。我继续道：如果你只想写他们是善人，不写他们不管儿子，那就别采访了，因为那不是事实的全部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转眼3个月后，我听说父母又生病了。姑姑在电话里说：阿钦，你妈得了高血压，也住院了。我闻言依旧面无表情。知道了。姑姑犹豫着问：你还是不回来？我闻言坚定地说：不回。姑姑听后有些急切：阿钦，你爸妈都病了，你真忍心不管？我解释道：姑姑，他们有钱看病，有人照顾，不需要我。说完，我接着问道：姑姑，我问你一件事。姑姑疑惑地说：你说。我爸妈生病花了多少钱？你爸之前花了1万5，你妈这次估计也要1万多。我确认道：一共3万，对吧？姑姑肯定道：差不多。我闻言立刻反问：他们有100万存款，拿不出3万。他们有100万存款，拿不出3万。我接着说道：所以他们不是没钱，是舍不得花。但捐500万的时候，怎么那么大方？姑姑听后叹了口气：阿钦，你爸妈也后悔了。后悔？后悔什么？后悔捐钱，还是后悔不管我？姑姑低声解释道：他们后悔不该捐那么多。闻言，我不禁笑了。那就对了，他们后悔的不是不管我，而是捐多了。他们从来没觉得不管我是错的，他们只是觉得捐太多，现在不够花了，所以我不会原谅他们，因为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错了。到了晚上，我妈又打来了电话，声音带着虚弱：阿钦，我住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平静地回答：知道。母亲急切地问：那你不回来？我干脆地拒绝：不回。母亲在电话那边哭出了声：我和你爸都病了，你就不能回来看看？我闻言平静地说：你们有医保，有存款，互相照应着，不需要我。母亲听后顿时激动地喊道：可是我们需要儿子。我反问道：那你们捐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需要儿子？母亲哽咽着说：我们后悔了。我立刻追问道：后悔什么？后悔不该捐那么多。看吧，你们后悔的是捐多了，不是不管我。母亲闻言急忙辩解：不是的，我们也后悔不该不管你。不是的，我们也后悔不该不管你。我听后质疑道：真的吗？那你们现在愿意拿出150万给我买房吗？母亲闻言，声音有些沙哑：阿钦，我们现在真的没那么多钱。我带着质问的语气反驳道：你们有100万存款，可那是养老钱。我加重语气质问：那500万呢？也是养老钱，为什么养老钱可以捐出去，不能给儿子？你们做了选择，就要承担后果。你们选择了名声，就得接受没有儿子的生活。母亲带着哭腔哀求道：阿钦，求你了。我淡淡的说：不用求我，你们有钱有房有退休金，什么都不缺。母亲听后哽咽出声：我们缺儿子。那你们捐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缺儿子？说完，
我挂了电话。没过多久，我爸又打来了电话。阿钦，你妈哭得不行了，你就不能回来看看？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。不回。父亲闻言艰难地问道：“你到底要我们怎么样？”我毫不犹豫地说道：“道歉。”父亲听后愣住了。什么？我语气坚定地重复道：“道歉，承认你们做错了，不该捐500万，不管我。”父亲闻言有些犹豫，可是我打断他的话：“你们不承认错误，就别想让我回去。我不是傻子，不会被道德绑架。”父亲试图辩解：“阿钦，我们是你爸妈。”闻言，我语气中带着一丝愤怒：“对，你们是我爸妈，但这不代表你们做什么都是对的。你们捐钱是为了名声，不是为了做善事，这一点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”父亲闻言不说话了。我带着讽刺的语气继续说：“爸，你们要这个爱心模范的称号，我没意见，但别想让我给你们擦屁股。你们做了选择，就要承担后果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我不会再说了。你们做了选择，就要承担后果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我不会再说了。”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没过多久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是父亲发来的短信。你赢了。我盯着短信看了很久，手指悬在屏幕上，最终还是没有回。时间一晃半年过去，经过不懈努力，我终于攒够了首付，没有找父母要1分钱。看房那天，中介热情地介绍道：“傅先生，这套房子90平，3居室，总价600万，位置呢5环边上，地铁口，交通方便。”我大致看了一圈，房子布局合理，采光也好，感觉还不错。我当即做出了决定，签合同吧。中介闻言有些意外：“您不跟家人商量一下？”我摇了摇头：“不用，我自己决定。”签完合同后，我站在新房的阳台上，一时兴起，我拿出手机拍了张照，发了条朋友圈。没过半小时，姑姑就打来了电话：“阿钦，你买房了？你哪来的钱？”我平静地说：“自己攒的。”你爸妈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也不需要他们知道。姑姑闻言劝道：“阿钦，你买房了是好事，要不要告诉他们一声？”我干脆地说：“不用，这房子是我自己买的，跟他们没关系，不需要让他们知道。”到了晚上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接通后，电话那头传来中介的声音：“傅先生，恭喜您买房！傅先生，恭喜您买房！”我礼貌地回应：“谢谢。”中介接着问：“对了，您那边需要装修吗？我们有合作的装修公司。”我婉拒道：“不用，我自己慢慢来。”中介热情地说：“好的，那有需要随时联系我。”挂了电话后，我躺在属于自己的新房地板上，虽然没有装修，但我心里觉得很踏实。转眼3个月过去，我简单的装修过后搬进了新家。就在这时，爷爷打来了电话，他的声音带着欣慰：“阿钦，听说你买房了？”我笑着回答：“对，爷爷。”爷爷听了很高兴：“太好了，什么时候回来，让爷爷看看？”我笑着说：“等装修好了，我拍照给您看。”爷爷闻言停顿了一下，又问道：“好，你爸妈知道吗？”我语气坚定地说：“不知道，我也不打算告诉他们。这房子是我自己买的，跟他们没关系，不需要让他们知道。”爷爷听后叹了口气，无奈地说：“你们父子俩还是那么倔。”说完，爷爷话锋一转：“你爸妈最近身体好多了，你妈高血压控制住了，你爸糖尿病也稳定了。”我听后淡淡的回应道：“那就好。”接着，爷爷犹豫着说：“他们还是想你的。”我认真的说：“爷爷，他们要想我，应该先道歉，承认自己做错了。”爷爷闻言叹了口气：“你爸那个性格不会道歉的，你爸那个性格不会道歉的。”我听后语气平静地说：“那就算了，反正我也不需要他们了。”爷爷闻言不说话了，我安慰道：“爷爷，您别担心，我过得挺好的。”爷爷欣慰地说：“好就行，有房子就好，以后找女朋友也容易了，有合适的就带回来给爷爷看看。”我立刻答应道：“好的。”到了晚上，我收到了姑姑的短信：“阿钦，恭喜你买房了。你爸妈听说了，没说什么，但我知道他们心里不好受。”我看着这条短信，没有回复。他们不好受，可那他们捐500万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不好受？我放下手机，随后躺在床上，新床有点硬，但睡着很踏实。我不禁想起小时候，父亲带我去河边，等拆迁了，给你买大房子。这一等就是20年，可最后还是自己买的。但这样也好，至少这房子是我自己的，也不欠任何人的。转眼1年后，这天我坐在新家的阳台上，看着窗外，身边坐着我的女朋友苏婉。苏婉看着我，好奇地问道：“想什么呢？”我闻言摇了摇头：“没什么。”苏婉又问：“想你爸妈？”我摇了摇头：“不想。”苏婉追问道：“真的？”我肯定地说：“真的。”她随后靠在我肩膀上：“你后悔吗？”我疑惑地问道：“后悔什么？”跟他们断绝关系。我坚定地说：“不后悔，他们做了选择，我也做了选择。”可是他们是你爸妈，我知道，但这不代表我要委屈自己。我32岁买房，比同龄人晚了很多，但这是我自己的房子，不欠任何人的。听后，他握着我的手：“我知道，我支持你。”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是个陌生号码。苏婉好奇地问：“谁呀？”我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我于是没接。没过多久，电话又响了，依旧是那个号码。苏婉见状劝道：“接吧，可能有事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关了手机。不接了。苏婉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我简短地说：“不想接。”她见状没有再问。我走到窗前，不禁想起1年前，我坐在旧出租屋里，那时候我32岁，没房没车，女朋友也分手了，而父母把500万捐了，说我自私。现在我33岁，有房有车，也有了女朋友。也许这就是人生，毕竟人做了选择，就要承担后果。比如他们选择了名声，我选择了自己。这时苏婉走了过来，轻声问道：“阿钦，你真的不后悔吗？”我闻言转身看着他，认真地说：“不后悔，
这房子是属于我们的。他笑了，我也笑了。这里是我的家，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，也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。突然，我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一条短信。我看了一眼短信，没有打开，随后转身离开了阳台。